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于继静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曲伟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欢迎。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分享4位导师的人生智慧，看看他们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情感困惑。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请看。瞒着我把钱借给别人。教育孩子问题，因为是女孩，她不注重孩子学习问题，把生活的压力都放在我一个人身上，不工作，控制我社交。我就想让改脾气，对我好点。希望她对我多些信任感，注重孩子学习，出去找点工作，帮我分担点压力。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汤先生，55岁，来自黑龙江农民；女嘉宾魏女士，50岁，来自黑龙江农民。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结婚多少年？30年。生了仨闺女。对。老大多大了？老大今年29。嫁了吗？嫁了。老二呢？老二参加工作了。多大？今年27。嫁了吗？没有。老三呢？老三今年16。结婚30年，说辗转了很多城市，都去过哪些城市啊？第一次打工去过七台河，第二次在前河待了7年啊，转到辽阳蹬了人力车蹬了2年啊，完了转眼到沈阳，在沈阳待了9年，16年又回了黑龙江，回了我的老家那个地方。您老家是哪儿啊？黑龙江省巴彦县。现在算扎下根了吗？对，就在这扎下根了，在那儿盖了房。那不就这个漂泊的日子都结束了吗？对不对？对。今天跑来这儿干嘛呀？啊，大姐跑来这儿干嘛呀？然后我俩是吵架来的。啊，哪个夫妻不吵架呀？结婚30年的夫妻更吵啊！为什么吵架？吵到这儿来了呀？他以前加个头些十来年加个网友，完他聊天，完了让我发现了。哎呀，大哥看不出来啊！还有女网友呢？是头几年就随便在手机加个网友，就随便就加了一个。对，就是随便加个网友，就完了咋就能随便加了呢？在哪儿他就随便加了呢？可以有一个那个附近加好友嘛，就在那里就搜一个微信，对，微信附近的人，对，附近人就加了，搜了一个，哎，就加了。对，聊了多久啊？聊了1个多月。哦，叫我爱人发现了啊，后来就是死活都不行聊，完了我也就把他删除了。哎，后来最近还有后来呢啊？对，后来又聊过网友。哦，这个网友是我是他前女友。对，前女友。那您这可不叫聊网友啊，您这就是跟前女友又是吧？这个前女友是为什么加上？是我曾经订过婚，后来他嫌我家穷，他倒挺同意，他家不同意啊。后来他家就当了，他就没跟我结成婚，他就是又另嫁了。最近在年前的时候，他突然就给我加上微信了。微信我通过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他。后来等他说出他真实身份，哎呀，我说你现在都想起加我了呢，这都大约30多年，32、3年了。完了，他跟我说：“哎呀，他说这些年我挺想你的，我就想见你一面，跟你聊聊天。”见没见？没有见，没见。在这个期间，他没见，让我发现了，完我就跟他吵。哦，是您先发现的，所以没见。对。好，他当时跟我说：“我说想问你这件事，你必须得拉黑他啊。”完了，我也就在手机上给他拉黑了。拉黑了之后呢？他说拉黑了，但是他没拉黑呀。他以后又加上了。这次过后又把那个初恋加上了。对，他又跟聊了，聊完了。有一次我手机拉黑以后，他把他删除，我就找不到这个网友了。他聊完了那个微信嘛，他说让我看，完他以后没让我看，他又拉黑了。我说你为啥不让我看呢？你们聊的啥呀？你们聊啥内容啊？完我就问他，问他，但是他删了。
我不知道他说啥，完他就给我削了。前女友他就是跟他说他加他怎么地，他说挺想他的怎么地。完了他说他也想他，我说你为啥是聊这些暧昧的呀？就跟我大发雷霆，就是你就不用说别的，我就跟你不过了，就是一生气就回家了。完了我也就跟人回去了，我就强说歹说商量，我说我以后不聊了，从那以后又把他拉黑了。不是咱，哎呀，咱都，这55岁啊，55岁还。我说你都50多岁了，你还聊些这些暧昧呢？咱有家庭的呀。这老房子要着火啊，烧得可快呀！干茅草，哗！你看他那眼神就憧憬，还想，你是吧？我就发现你一说你他没有那些想法，那眼睛都是亮。你到底把他山拉回来多少次？这拉扯。完了，他们聊吧，净聊那些暧昧的，什么想了，发些图片了啊，我想你。完了，他说我想见见你，就聊这些。知道了。后来你怎么把这个势头给他遏制的？就彻底给他掐灭的？现在还没掐灭，现在我俩正吵架，说要离婚，就不过吗？这不网就来到这儿了吗？还没灭呢，大哥。没灭。现在我不聊了。现在他说不聊，我也不相信呢。你查他手机查过没有？查过，但是他还能加上，他那玩意儿能加上。他现在没变，一整就是说不过了，我俩就不过了。不聊了，真不聊了，真不聊了，真不聊了。现在手机都干净了。每天你看我手机时候，你看我还有那个微信吗？没有微信，他也有，他还是没放下，他现在没放下。即使我初二，现在他对我的刻薄到什么程度？我每当自个儿出去的时候，拿着手机，他回家都得把手机打开一遍，轰动查，看这个人是谁，问我有没有家，结没结婚，这人说出来历出来，跟我有没有暧昧关系，就每天都这样。现在基本上每天都这样，只要我自个儿除了他跟我出去，不查我手机，不的每天都在查我这手机。哎呀，咱这手机就别用了，行吗？我现在就是我的手机现在归他用，就是啊，咱对没有业务的时候不刷个码之后，我从来他都拿的是我手机。行，好，这明白了，就是跟前女友暧昧不清，现在你很不放心，不想过了。对，还有啥让你不想跟他过呀？有一次我把钱借给了我的外甥，我外甥大约借了3次，借了2万5千块钱，至今没还我。但没还我，我这钱就对不上账。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发现的。他除打工这记录我能记住，他挣多钱。他跟我聊天的时候，他说：“今天老公你干不干活啊？”我说：“今天头不待着，下午干活。”他在家给我记上一道。有的时候3天2天跟我聊，他说：“这两天干不干活啊？”他又给我画上2道。年终一走账的时候，我一天挣200块钱，他一共70工，27、1万4，打这个比喻，你到家就拿回1万2千块钱，你就少了2000，你就对不上。所以他就说你这钱，后来问我究竟到哪儿了？我那年大约挣了8万块钱，完了拿家借我外甥借了2万，剩了6万块钱，就死活问我这2万，我说自个儿花了。后来就是也死活不同意，就说你再瞒我，或者你要如果背叛我，跟谁或者给我前女友，我就不跟你过了。你说不说这时候？后来我一五一十跟他交代时刻了我说这钱就借给外甥了。我说你借人的钱什么时候能要回来呀？完了他说的慢慢要呗。现在要回来了吗？没有，现在钱没要回来。那咋办？这钱先放着吧。放着啊。因为人有姐姐在那方面，不能只问这点钱吧撕破脸皮。他还借亲戚朋友呢，他好面子借给别人还有呢，还有2、3万都没要回来呢。完我就不让他借，他说就借。以后还借吗？以后不借了。你看人说不借，这个得听媳妇话，这个是正确观点啊。听你的了，行了。30多年你们俩是一起打工吗？还是就你打工啊？他记账，就我自己打工啊。所以在这方面还有分歧。我有的时候我说咱家孩子现在已经一天你就给做2顿饭，黑顿饭人在学校就吃了。我说你打工干点活挣点钱，一个人拼搏跟2个人拼搏至少得差好几年啊。我媳妇的意愿就是我在家伺候你们。我家也没待着，他出干活，我是没出过打工。我搁家带孩子种地，完了家还有再给孩子做饭啥的，完了再养点小鸡小鸭子。这一天也紧忙活，一忙到黑，也没有时间去打工去。像这小鸡小鸭子你都多余养它没有用，你有挣钱的时候你啥买不来呀？
所以您是希望2个人一起打工？对，我希望你就是参加点工作，挣点钱。30多年从来没打过工？没有，没出打工，没打工，我搁家也没闲着，反正天天搁家种地了。没有否定您的贡献啊，我们就是了解这个家庭到底基本结构是什么样的。他老因为我不打工，我在家也没闲着啊。但是你要在家，你要打工，家这些活他也干了，有时候你不干我也干了。这个东西，这活是大伙互相干的，因为你不打工，我也就少干点，就没干。现在关键还小啊，你出不去，孩子小愣家你老因为还小，现在小的都16了，还小，你能放心吗？走啊，是有点不放心。还有什么问题？再就是最近这几年，我们在老家盖个房子，在盖房子之前，他又想跟我离次婚。我们家老家，我结婚那公地有3间房，我父亲母亲那公地我家挺穷的。我追他挺费劲的，又替他家干了好多活。跟他结婚，我要了1间半房。完了，我父亲那工人说：“你结婚吧，这1间半房就给你们了。”等到我弟弟结婚的时候，就给他撵出来了，说的30几万，你先搬出去吧。你弟弟要结婚，我也就是参加完弟弟婚礼，就给他领到七台河干活去了。等我们走沈阳再回去打工的时候，就合计回家盖个房，家不有3间房的房产地吗？我父亲和母亲就指着这房产地说：“这个房产地不能给你们了，得给你老弟一半，给你二哥一半。就是他们俩在这盖上房了，这钱也不给你出了。”在我的观点吧，就耕种地好汉不争分家产，也就无所谓的事儿啊。一这又收不往外扔嘛，是不是？宅基地没给您，给他们俩了。对你给他多了，对。等我媳妇的观点就是。你傻，你这是明明给咱们的东西，你为什么不要？就产生就因这事又要不跟我过。后来我强手歹说商量，我说的你跟咱们过，咱们不一定就差这个宅基地。后来在桐东买个宅基地，这算安稳好了，又盖个农村所说的小3间房啊，盖起来了。这是不跟我吵这个事儿了。您是今天来是真想跟他离婚啊，还是想闹闹啊？我想跟他离。为啥呀？他就觉得我也不挣钱不啥的，就是我老管他聊天啥的了。这我说我跟他离，我不管了，他聊去吧。你要想离，不过我也就随便。因为啥？这来说，我受的压力也太大。不但说不能挣钱，咱不说，事事都管着你。你出来跟朋友吃个饭了，喝个酒了，社个交了都不行。在他眼中，你特别跟异性聊个天这在他眼里绝对反对的。就绝对不能有异性朋友。你是跟异性朋友吗？你是跟前女友？你不是，那也得不能抛过前女友，也有异性朋友。那你为啥不跟他离呢？也在这考虑当中吧。今天你来这儿，你还端起架子来了，大哥哈？不是端起架子，有的时候这个生活压力让他这1年折磨我的，也就算过够了吧。就这1年为什么事儿折磨呀？就是为前女友是吧？无论什么事儿，他都非常不讲理的这种方式。你感觉他说话挺头头是道，他有时跟你说这东西，他就因为我这个玩意就是对的。就像他现在跟前女友聊，现在他已经变了，他不跟以前一样，他现在他变了。也就是说，这1年他因为跟前女友聊天，您觉得他变了是吧？对。他不跟以前脾气好，他这姑娘他变得太多了。那您要离婚的话，您不应该到我们这儿，您去民政局不就行了吗？您干嘛带他到我们这儿来呀？到你们这儿，你不能跟我们那啥评判评判？评判啥？您都打算离了，我们还评判个啥呀？所以您还是想跟他过，是不是啊？对，我也想跟他过。对，我这不差孩子吗？孩子小。所以你嘴上嚷嚷的要离婚的是你，对，心里真想离婚的大概是大哥吧？但是想离的时候，就像他说这孩子还小，你别，都这岁数了，不能坦诚一点吗？对前女友还有感情吗？没有感情了。你们聊到哪个地步了？聊到他比较珍惜一小的时光，有时跟我唠唠嗑，唠唠家常，就说我挺想你的，当时我也挺爱你的。那个时候我小，不懂这是什么。他如果现在的话，我绝对不会像那公人做出那个决定，不跟你结婚。哦，行，都聊这么深了。除了前女友之外，还有其他的异性这个网友吗？有异性网友就聊聊各自的爱好，
就让我现在这爱人打断了，就不行了了。哦，所以要没他管束，可能您早跟前女友见面了吧？见没见？这个有可能没见啊，真没见。想见不？想见，但是我不让。往家这领导不同意呀。他想见我前女友说的，给我买点好吃的，你想吃啥我家有的你就随便要，只要不超过我生命的我都能给你。但是在这当中我也没怎么心动，有的时候我就跟我爱人说，我说这是给咱们要点没事，我又没做什么过分的事儿。不是你前女友单身吗？不单身，就现在还有家庭。她有家庭，对。那你们俩聊个什么劲儿的？两个人在这儿干嘛呢？他就比较怀疑当初没有嫌我家那么穷，也就是在他之前也就结婚了。听懂了，别说了，也就跟前女友聊得比较深，其他的也就没什么了，是吧？对，没有什么其他花花肠子了，是吧？没有。大姐，你挺厉害啊！他每次有异动，你是不是都能抓住？对，他每次这30多年是不是也就这会儿跟前女友有点互动？以前都挺好。对，以前都挺好，就从哪前年这个2多月吧。这万恶的前女友啊，这曾经过不去的青春记忆，恨他不恨？恨。还想不想要他？对，也想要。别搁以前，就说今天想不想要？要不想要，我们一会儿就给他说黄了。想不想要？想要。啊？想要。想要是吧？关键我家有孩子。什么？你家有孩子？我心里面过不去这个坎儿，我还想留下他，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是不是这意思？那咱听懂了，有点伤心了。30多年是吧？对，抵不过这么一段小风雨，对，难受是吧？有点不想了，但是又割舍不掉，是不是？对对对。那该怎么办呢？老师们，你们看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知道，老公变心往往都是从暧昧聊天开始的。在婚姻当中，忠诚是最基本的底线。但是现在很显然，你丈夫这个底线已经破了。您刚才听了，让我真的是大为惊诧。前女友向前男友的表白，赤裸裸。我除了生命，其他都可以给你。我真后悔当年没和你在一起。这不是随意聊天，我告诉你，这是纠缠不清，暧昧不清。所以你要看清你丈夫今天这个面目。是我不想，我关键我就看我家不想离家都。你不用用孩子去搪塞的。我最后一句话，哪个女人不希望自己的丈夫只对自己好？等他破了这个规矩，哪怕年纪再大，你会接受不了，甚至会生不如死。谢谢。谢谢波红兄。于老师，其实人生当中有很多的诱惑，但是这种诱惑一旦你尝到了它的甜头，很多时候就回不去了。我暂且可以理解为你前女友日子过得不如意，你也过得不开心，然后也带着一种好奇，这些年过得咋样了？聊着聊着，也就只能痛快痛快口舌，然后找一点回忆当中的感觉。它能弥补你现在的生活吗？不可能啊！你离了，他也离了，你们俩过一块试试，行吗？一定和谈的也不一样。那些曾经的过去，即使没有发生，你们过到现在就也一定好吗？也不见得。其实有的时候，想象的东西永远比现实当中更美好。所以千万不要被这种诱惑把现实给弄丢了。女方呢，这些年一直什么呢？男方不是太尊重你，一直不被尊重，也一直在去捍卫，但是发现总是拿不到，就是因为自己不够自律。而我的意思呀，
他爱折腾就折腾，手机从此不看了，让自己呢规划好自个儿。男方自己也考虑考虑，这把年龄了，到底哪些东西是真的，哪些东西是假的？到这个年龄，一定要多珍惜当下，这是我的建议。谢谢于老师。徐总，大姐在这个家里的价值是不被先生认可的。对。觉得你在家里辛辛苦苦的忙碌，觉得没有价值，你出去啊，这些事儿我也能忙。你在家他就可以休息，他休息了还不卖你的好，你都把自己底牌都露出来了。来，老师们帮我调教调教他，我真离不开他。那你觉得他会怎么想？他会越来越笃定，看不起你。所以说你现在倒是应该好好琢磨琢磨，怎么让自己啊，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能够成长，能够让自己有更多的价值。你的眼睛、你的精力、你的时间都不要放在一个不认可你的人身上，不如放在自己身上。能不能出去打打工？可以吗？我寻思孩子上完这高中，我寻思他以后我就出去，不能干点别的，还能洗一晚上。你是在给自己找一个不敢面对挑战的借口。你就是这么畏手畏脚的，所以让他根本就不把你放在心上。你们现在没有任何情感上的交流，只是一个为家里挣钱的一个看住老公不要有什么不轨行为的这种动作。你们俩之间真的除了那点儿以孩子为一个纽带的亲情以外，没有太多的爱情，这是最最严重的问题。好好思考一下吧，就这样。谢谢曲总。尹娜老师，我不劝您出去打工，因为我觉得您已经做出了很有贡献的事情。这些年来，您的价值比他大。你在家里头带大了3个女儿，知道我陪伴在孩子身边，让女儿们不受欺负，健康成长，这是做母亲能给他们最踏实的保证。你怎么能看不起在家里头拉扯大3个女儿，并且自己还要种地的女人呢？她在家里没有混吃等死，种地这事儿好玩吗？永远都是得在日头最烈的时候下去。土地对她是什么？是她最后那点尊严，是她的温饱，是她自己知道我可以不天天伸手要的这么一点保证。凭什么外出打工就高贵了？凭什么在家务农就要说他躺平了？凭什么你在外头见过了世界了，你就觉得这个在家里头的女人可以被你鄙夷了？飘的人是您，是您配不上您妻子。是时候收起你所谓的我到城里头见过世面的傲慢，好好的尊重你的妻子。谢谢米娜老师。还嫌人家管得严呐？哎呀，55岁了，跟年龄没有关系。这老房子着火，那哗，那房子就烧没了。房子烧没什么意思呀？人生就没了，眼前的东西都不珍惜啊。爱聊聊去呗，要自由，把手机还给他。手机现在就给他了。对啊，把他从家里踢出去。什么挽留啊？没啥好说的了，反正你自己掂量呗。你要想原谅他，看他的改过之心，对吧？你要不想原谅他，该干嘛干嘛去。你不是说放任他不管，是你不要了，这东西你不要了，退了，退回原厂，是这个意思。您要想接着聊您的初恋什么，您聊去，你也别在这家里占着位置，至少让3个闺女明白一个道理：结了婚了，男人的心不在自己的身上，这种男人就不能留。这是要给孩子做一个表率，您听明白了吗？关键现在孩子小，还都没成家呀。16岁了还小啥呀？那20多岁了，大学都毕业了，那20都行了，这小的不行啊。那小的有啥不行的呀？小的才16，小的现在才更是需要给他树立正确观念的时候。听懂了吗？听懂了。当然那是您的人生，我们干涉不了那么多。大哥，最后的机会啊，回头是岸吧，别再沉沦下去了。于老师说的那个特别对，尝到了甜头了，觉得有意思了，那都是虚幻啊。未来谁跟您度过余生啊？想清楚吧，笨死了都。拿好主动权，该下狠心的时候要狠心，既是
挽救这个家庭，也是挽救您自己。挽救家庭有的时候不是一味的原谅啊，惩罚也是一种挽救。听明白了吗？听明了。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老婆，你放心，我从今以后一定会好好对你的，绝对不能再和异性聊天儿。我承诺你对我说的诺言，我一定好好对你，好好照顾这个家。我出去继续打工，不再抱怨你挣不挣钱的事儿。我一定会真心对你的，你相信我，再给我一次机会。以前错没错？先对不起，道个歉。对不起，给我次机会。我再相信你一次。别轻易吐口啊！以后我绝对会对咱家孩子、对你都好的，特别对你给更好一些。你给我这次机会。哎呀，这跟人聊天是不一样啊！这错误承认的，能做到吗，大哥？能做到。发自内心的觉得自己发自内心的说，老师说话我听明白了。您仔细回想回想，是不是那事儿做的特傻？其实才刚这位老师说的，聊天如果让你们真到一起过试试，有可能这些鸡毛琐事都出来了。这个句话我听的太实在了，太真实了啊！行吧，这位女老师说的，就批评我也是绝是对的。我得接受这个批评。好，行，回去吧。谢谢两位，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预测一下吧，博红兄。现在看来双出是肯定的，但是真的蛮同情这位大姐的。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农村妇女，就像她这样朴实、善良、老实，但是碰到事情以后，她真不知道怎么办。如果换了一个城里的大姐，这样的早踢了几次了。于老师，肯定是双出了，但是我一直坚持女方要出去找工作。一方面呢，就是万一要离了婚的话，给孩子还有抚养费，能养活自己。第二的话，不要一直活在孩子的世界里面，把自己给弄丢了。徐总，双出是肯定的，但他是否能过得好，不确定。还是我觉得大姐一定要做改变。我也同意要出去。双出是一定的，但我刚刚说大哥的那一段话，我希望他3个女儿也能够听进去。我相信大姐身边有很多人都会在告诉她，你必须得走出去，你的人生在农村待着是毫无意义的，只围着孩子转是毫无意义的，这就否定了她这半生的努力。大姐做的是非常伟大的，3个女儿应该永远铭记于心。来吧，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挺好的，这是对的。至少今天，至少在这个舞台，得让你知道，老娘是有原则的，不是被你可以随意的呼来喝去的。走了，什么感受啊，大哥？我挺后悔的，挺后悔不该当初做那些最愚蠢的决定，去随便加个网友聊天，伤害了我的妻子啊。还愿意重新追回来吗？想追回来，但是人不一定给我这些机会啊。那你得努力啊。我会加倍努力的。行吧，谢谢您，请回。
大姐还是有最后一丝倔强的，至少在这个舞台上，我得啪给你一个耳光，告诉你，生活不是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的，你别肆无忌惮，我也是有脾气的。不管未来的日子怎么样吧，至少今天大姐在这个舞台上的觉醒，提醒了她3个女儿，婚姻是有原则的，情感是有底线的。我觉得这件事儿还挺好。好了，祝他们3个女儿快乐的生活，祝大姐这样一个母亲能够安安稳稳、快快乐乐的度过自己的下半辈子。至于大哥，如果真的悔改了，相信他还能够找回往日的幸福。好了，我们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吧。各位请看。我老婆花钱大手大脚，没有节制，跟父母讲话不知道礼貌，不懂得尊重父母。我老公他婚前婚后差距特别大，跟我婆婆有分歧，他会向着他妈妈。现在我老公他也限制我的自由。希望我老婆今后对金钱有点规划，跟父母讲话懂点礼貌，尊重一下长辈。希望我老公他能够给我足够的空间，我跟我婆婆有分歧的话，他能够向着我，多关心我。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杨先生28岁，来自河南，程序员；女嘉宾侯女士28岁，来自河南，专职宝妈。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哈。你好。结婚3年。嗯，对。是的。我刚才在台底下抱那个小宝宝，跟你们有关系吗？那是我们的宝宝。哦，所以今天这对小夫妻来我们这儿不容易，还带着一个9个月的小姑娘是吧？嗯，对，女孩。特别可爱，这么幸福，跑到我们这儿来干嘛？主要是啥吧？我现在我觉得我的婚姻都快过不下去了。我现在非常烦躁啊。我跟他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感觉这个男孩还可以，就是他话不是很多，看着就是比较这个诚实，看着比较靠谱。但是我跟他就是我俩在一起半年就差不多就定了之后就很快在一起，感情也不错。但是后来随着就是我们有了这个宝宝以后，我发现他跟我想象的不一样，他竟然是个妈宝男，就是他什么都听他妈的。逢年过节回我妈家是不是很正常？你说是不是？正常。我都提前跟他说好了，我说就是第2天我们回去拿什么东西，买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他也跟我答应的好好的，我们买什么都列得很好。到第2天我们准备出门的时候，他妈就在门口拦着，说我早上我5点就是去那个地里面给你们这个摘的豆角，摘的这个就是小西瓜什么的。那你们不拿回去，我的早上我起来这么早，你们把我的心意往哪里搁？那我妈不也是一片好心吗？都已经该要出门，该要去我家了，那你不是打我脸吗？那该买也都买呀。那父母的买了吗？就是没有买那么多，因为我妈还准备的有一些东西。哦，准备的太多就放不进去了。不是这个有什么打脸的呀，姑娘，这不是好事儿吗？她嫌我买的东西太少了。哦，没面子是吧？他就掂着那个牛奶吧，还是那种一盒一盒，咱们都是那种成箱的。我是河南的，我们河南还是稍微比较，这个回娘家比较稍微注重这个里面。拿一盒一盒的算什么回事？还火腿肠是那种一根一根的。你说你叫我心里不难受吗？还从那个地里摘那种豆角，谁家里没有啊？给我掂这些东西，他就给我来句，那听咱妈的吧，咱妈也不容易，大早上自己是吧，你身体也不好，去地里摘这些东西。当时我就非常难过，非常愤怒。我问一句啊，开了个什么清单呀？就很多东西，什么坚果啊、面包啊，还有一些小吃啊什么的，很多。那你没买？买一些牛奶、火腿肠、方便面啥的。哦，我说难怪人家姑娘有意见呢。那时候因为我妈还说去地里摘的有一些那个蔬菜啊什么的，我怕放不下。我如果少了，谁家没有蔬菜呀？至于从早上去地里吗？还跟我说大早上去。你都不嫌丢人。我说如果没放下，到地方我们到地方又不是没有超市，到地方可以再重新买。提前买跟那个到地方买能一样吗？这个那还回娘家没回娘家？回是回了，但是我整个这个过程我都没有怎么说话，我也很不开心。啊，这叫第一个妈宝男，因为他听他妈的话，是吧？对。第2个呢？
第二个就是，因为他平常就是做那个就是软件那种类似工作，他挺忙的，我就想着就是，那我在家里面，我作为他的这个老婆，我就对他好一点。正好就是算是前2个月吧，我们2个这个算是这个认识的这个第4年，这个日子比较重要。虽然说我不太会做饭，但是我的心意嘛，我去学做一些虾呀什么的。但是我就是很多东西我不太会，可能在厨房就搞得有点乱。然后他下班回来，我说今天是我们认识这么好的纪念日，庆祝一下。他进到厨房他就直接说你不会弄你就别弄是吧？出去吃也行，你干嘛把家弄得乱糟糟的？你一天天你不找点事，你自己心里不痛快是不是？他就这样说我，当场我就哭了。我想给一些就是我的这种爱给他，让他知道我内心是比较这个关注他，知道他不容易。是。但他为什么他非要说这么难听呢？对，你为什么说这么难听的话？没有，本来我都累一天了，我到家，我进厨房一看，本来我说我去做，我进厨房一看，确实是乱糟糟的，做的东西那也真的是一言难尽。我就说你不会做，你就去看孩子就行了，我去做不就行了吗？那非得自己去弄。你们家平常谁做饭？有时候我回来早的时候，就我经常做。你经常做饭？对。你全职在家你不做，他经常做饭。因为我老婆她我不会做饭，以前不怎么做饭，那不怎么会。看给你疼的，行啊，直男妈宝男，哇，这2顶帽子扣的好。再说第3。还有就是，因为我们家之前的话是做了一个小生意，就是算是这个，收入还行，就是本来说要提一辆那个奥迪 A6那个车，而且我还准备了有这个。我们家指的是谁家？就是我老公家。我老公家。我以为是那个娘家人啊。您接着说。我是一个比较注重这个仪式感的人，就做什么事情会。听出来了。蛋糕、鲜花都准备好了。结果的话，他妈就直接说不同意，说买个那种什么小3轮就行。当场我就直接什么小3轮？不是说换一个便宜一点的，不要那么贵。你买了那个车，然后我们家就没有什么钱了。什么没有？都已经说过了，那个车已经跟人家预留很久了，你也同意，包括你们家之前也说可以，但是为什么总是到关键的时候跟我讲什么都不行，每次都是这样子。也不是说不行，我就说了晚一点，买完车然后呢，后面就没有钱了，拿什么过呢？只不过你得往后面考虑一点呀，你只考虑眼前。不是那你为什么事先不跟人说，老婆咱家现在钱？说了一直没同意。你一直在跟他说，一直不同意，他的想法办，就非得买，就非得买。最后等于你妈出来把这事儿拦下来了。那后来这 A6买没买啊？没有。你为啥当时大众答应我说这个买个那个粉红色的呢？你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呢？那你说了你又不做到是不是？我跟你说了，后面很多事我说先缓一缓，先等一等，又没说不买，就是你答应买了，但是没说这么着急的买，对，是这意思吗？对，没说好，现在就马上买，这个叫不讲诚信，对吧？说的话完全没有信用。还有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2个刚刚在一起确定关系之后，各种鲜花、各种礼物、各种项链什么都有，包包什么都有。追求我的时候就是特别浪漫，特别用心。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我挺幸福的，能够找到这样一个男朋友。当时我看也挺幸福。当时我确实觉得挺甜蜜的。但是我们2个在一起之后，我跟他在一起4年左右，现在就是什么节日他都没有表示，别人都是鲜花、各种餐厅、各种这个52000什么，他一个都没有。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他现在得到我，他都不珍惜了。我对他来说现在可有可无。什么叫可有可无？我怎么就不珍惜了？那礼物呢？白色情人节、红色情人节呢？就是你这个节日、那个节日，你无论过个大节呀、小节，你都要那个礼物。买没买？有的买了，有的没有。你弄错了一点，白色情人节是你要送他的，不是他送你的，咱搞清楚啊。不管什么节日都得他送给我。我们已经生完宝宝之后，6·1儿童节他还要。6·1儿童节也要呢？要，给宝宝买就行了呀。但是我说的那不行啊，那给他也买。那我是宝宝的妈妈，不也是宝宝吗？你看，好，哎呦，我的天哪！行，第4宗罪，追的时候很用心，追到手了就不搭理我了，是吧？对。这个也可以归结为没有诚信。还有别的吗？其他现在是没有了。没了哈，确定没有了哈。
对。确定没有了哈？好，问你，你还要跟他过吗？你跟他过得开心吗？他喜欢挑这毛病，如果没有不挑这毛病的话，其实还挺好的。还有那个他也是那个花钱比较大手大脚。他一个月花多少钱？我这么问吧，你挣的工资都给谁？给他一点，我也拿着。啊，你也拿？对。你一个月大概给他多少钱？给他3、4千吧。那你拿多少？我拿4、5千。哦，你拿的稍微多一点。对。你这钱都干嘛用了？我要存起来呀。万一以后有个啥事，得有钱呀。这钱等于你们家的收入是一半存起来，一半给他是吧？对。你所谓他花钱冲是指什么呀？他经常就是办卡呀，喜欢办卡。都办过什么卡呀？洗头卡。那你没用过吗？你没去洗头吗？你没去做造型吗？我是去了，但我去了不多。他那个办卡，他不是一个地方办，他是这儿办一个，那儿办一个。你们家有房贷吗？有。房贷谁还？我呀。房贷你还？就在留下来那4、5千里。对。那个菜谁买？有时候我下班路过买。那也就是说，这3、4千就是他的零花钱是吧？其他钱都你支付。对。是这样吗？对。你们俩结婚之前他是做什么的呀？电商属于。电商。现在不做了？现在没有做，现在太忙了，看小孩没时间。那也就是说，结婚之后是你先生在养你，对吗？对。现在不想跟他过了。现在我过不下去了，我觉得他这个人太离谱了。就怎么过不下去了呢？不是挺踏实的吗？他什么都听他妈的，他是跟他妈过还是跟我过呀？那个，你们跟母亲住在一起吗？我母亲是有时候过来。有时候过来有时候。不住一起啊？对，因为离得近，经常过来。经常过来。对。就是现在就是你自己带孩子是吗？对。婆婆也没插手。她有时候会帮忙。她帮忙，她还说还说我们爸妈这样那的。也不知道尊重一下那个长辈。我问你，你爸妈是做生意的？一个小店。那你现在还伸手问你爸妈要钱吗？不要，不要了。对，就是你现在挣的钱完全能养活你们3口人了，是吧？对。行吧，过不下去了，对吧？对。好吧，说一下离婚打算。反正不管怎么样的话，这个孩子肯定得给我。孩子归您，然后呢？他每个月得给这个4千的这个抚养费。4千的抚养费，抚养谁？抚养宝宝。不离婚不也一样吗？抚养宝宝。然后呢？他得给我买辆奥迪A6。就离婚了，为什么还要买奥迪 A6 呢？那是我的精神损失费。跟我在一起之前花言巧语，跟我在一起之后冷言冷语。好，还要一辆奥迪 A6，还有呢？再给我个10个左右的这个安慰费。安慰什么呢？那我这几年我的青春我的靓丽跟他在一起，那我不是没有了吗？他不得给我安慰，我到时候再找个另一半。好，是。那还有呢？其他没有了。没有了哈。你有青春吗？有啊。你没有？我怎么没有？你哪有青春啊？他怎么就没有青春？男人有青春吗？他没有。这其他男人都有，他是没有的，是吧？对。你没有青春啊！这个当时他嫁你的时候，是不是答应要跟你过一辈子？对。他现在提出离婚了，算不算反悔？算。那你给人赔偿什么呢？你答应跟人一辈子呀？你可没说你对我好，我跟你一辈子。你只说我嫁给你就是一辈子，对吧？那你给人什么？你也违约了。那我这不算违约，是他对我不好，是他这个不关心我，对我这个爱不够才跟他分开的。还爱不够是吧？对。他得给你多少爱才够呢，姑娘？他得满心满眼都是我。哎呀，你当时喜欢他什么呀？除了好看之外，还喜欢什么？以前挺温柔大方一个人啊。人家说了，当初是看上你的美貌和善良。你当初看到他什么了？当初我觉得他对我挺好的，而且就是嘘寒问暖。下班了就下雨了就直接赶紧打着伞，然后坐车来接我。现在都没有。现在你现在在家里，他到哪儿接你去？
现在我是在家里面，可是这个下雨啊什么，他有时候回来晚，他都不会说关心我，他都不会问我一个人在家害怕不害怕。这下雨了，他回来不是你应该关心她老公有没有被淋着？怎么他关心一个在家里的人说，哎呀，你害不害怕？那我在家我害怕，你说我一个人带着宝宝，宝宝有时候还哭。行吧。她身上充分代表了一部分迷失的女性，她们所有的一些东西，我也能理解。3年了嘛，脱离社会了，又做宝妈，然后又希望老公能比婚前对自己更好，对吧？这是人的一个期待嘛。婚前那么好，婚后应该更好。我为这个家也有付出了，再加上孩子又小，对吧？反正他得对我好，对吧？那我们如何帮助这对年轻的小夫妻，特别是妻子做一些调整呢？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这位妻子，平心静气一点，否则你真的会变成一个怨妇的。我知道你此刻对这个家，尤其对自己的丈夫，充满的是压迫感、压抑感、窒息感，让你有点喘不过气来。对。但你有没有考虑过，他可能更喘不过气来？你说那一些节日，你还讲点道理吧？你是孩子的妈妈，你也过6·1节。那我是我妻子的丈夫，我是不是还过妇女节呢？得过。对呀，情人节要过这么多。赵传老师给你点明了白色情人节是怎样的一个流程，对你不利了，你马上说反正我要过，是节我都要过，清明节你过吗？真的呀，不能这么蛮不讲理的。你幸亏摊上了这样的一个丈夫哦，因为爱你，其实他早已无所适从了。我并不认为她是一个物质女，这真的就像赵传老师说的，因为她是全职妈妈，她的心态，她的格局，她会改变的。她想用这样的一种过节，想用这样的一种消费来化解她心中有的那一种怨，对，委屈。所以2个人都调整一下方式、态度、心态，好吗？谢谢。谢谢伯侯老师。于老师，我问一下男方啊，这是你什么人呢？妻子。他在家里面可能还有哪些角色？你说一说。还是孩子的妈妈。孩子的妈妈，对。还有吗？还有家里的女主人。主人是什么意思？能做得了主吧？我问了一下女方啊，你觉得你在家里做得了主吗？你是女主人吗？你有这样的地位吗？没有。他有点小想法，干点什么事儿，被你给否了，不行，再等等。然后他有点什么想法，被妈妈给否了，他是主人吗？他不是。这是你们的小家呀。那现在做主的是谁呢？比如说妈妈在做你们仨的主，这就乱了。所以在你们的小家里面，一定是你们俩商量做主。所以你看，你把序位给搞乱了，听明白没有？明白。那么女方呢？通过刚才你的描述呢，我可以更多看到，你活在情绪里，一直这样要，你只能得到的越来越少，会越来越委屈。因为你的价值不在于你能要的多少，不在于你的任性和耍脾气，而在于你能够自立，你能够为这个家庭创造多大的价值。要只是一个乞讨，只能让你在对方的心目当中越来越没有地位，让他越来越不尊重你。所以自立，让自己变成一个有价值的人，再来说话，好吧？2位把关系搞清楚，做好自己，尊重彼此。谢谢。谢谢于老师。曲总，女生太渴望被关注、被看重、被认可了。
谁决定你作为全职妈妈在家的？当初是我这样说的，但是我没想到就是这么久了，我本来是想出去工作的，但是他觉得就是现在，就现在虽然大了一点，就是需要照顾的时候，让我继续在家里面安心的照顾宝宝，但是我每天照顾他照顾得很崩溃，我从来。所以先生，看到了吗？他现在就处于一个情绪的漩涡当中，而此时你要提高自己什么能力，解决他的问题，打开他的心锁呀。他要的不是车，他也不是非要花你的钱，一定要你的礼物，哪怕一句知心的话、理解的话，多陪陪他，对吗？就能够解决问题。然后谈一谈未来。现在孩子9个月，那1岁的时候是不是让他出去工作？那现在你要出去工作，你做了什么准备了吗？也要去做。一起把现在生活的日子、未来的规划好好的聊一聊，听一听他的心里话，好不好，丈夫？就这样。谢谢曲总。米娜老师，我不觉得你目前是因为整个事业受到了什么压制啊，然后婆婆影响太大这一些，就是你整个生活目前有一个很自己会觉得特别的愤怒的点，因为你没爱过这个男人。你在最早嫁给他的时候，只是因为他对你特别好，一切都是顺着你的心思来，想方设法的取悦你，你以为这就是他跟你相处的标准模式。所以在那个时候你也没挖掘他身上有什么优点，他唯一的优点不就是对你好吗？不就是体贴吗？不就是能够纵容着你吗？你以为我可以把这样的日子延续下来过一辈子，所以这个男的我没爱上也没关系，我只要爱上他给我提供的生活就行了。然后等结婚之后发现一切都是假的。你想让自己内心获得平衡的唯一方式就是接受我的丈夫可能再也不会回到恋爱时候那样对我，以及努力的在他身上找到各种好去爱上他。否则的话，这个生活你爱不上的，给了你奥迪 A6 你也爱不上。奥迪 A6 只不过给你们平庸的生活涂了一点粉红色的泡泡，你不是要的是粉红色的车吗？眼下的生活不好说，婆婆不会立刻消失，因为她还需要帮你带一阵的孩子。奥迪 A6 也不会立刻来到你的生活里头，你的那个粉红色的泡泡的梦此刻是应该醒过来了。祝你好运。谢谢。我认同米娜老师那句话，这姑娘也没爱上他，是吧？你爱他吗？你爱上他了吗？以前是爱他的。你爱的是他给你的那个感觉，你爱上这个人了吗？这个人你爱吗？现在不爱。以前爱他是爱他对你好，还是爱这个人？对我好吧。对，所以你不是爱上了这个人吗？这才是这个婚姻最要命的地方。你说了一句话，我要是他，其实我心都寒透了。你知道哪句话吗？我要10万块钱，你要就是了，老娘的青春损失费，你要就行了。你后面追了一句什么话？他没有青春。不是，原话不是这个，那是2番的话。你还记得起来你说的什么吗？想不起来。我还要嫁人呢。原话吧，我没捏造吧？对。所以这就是这个婚姻最要命的地方嘛，就在这儿嘛，又不会变通，我又放得很大，因为在我们俩的对话的过程当中，我认为我以为我的脸我的面子我还要不要做人，是在你心里放在第1位的。我给你揭示真相，这是看上了你的美貌，就是觉得你好看，你看上的就是他对你好。对，时间推移，你的美貌会没有。别说他那会儿为了追你对你好，就是他特别爱你，他那个时候对你的好，热度也会一点一点一点的淡去。这是一个生活的规律。一个人，特别是一个男人，不可能一辈子眼里就所有的事儿都围绕一个女人转。这个你能接受吗？能接受就调整，不能接受，等孩子大一点，你的激素水平再稳定，再说该怎么办。
所以就要跟你说，如果这是真喜欢、真爱的女人，大概你这个阶段要下一些心了，就是基本上失去边缘嘛，基本上就是失去的边缘。以你的聪明，你知道怎么办。行了，以后说话别那么冲，做事动动脑子，变通，学会接纳，然后要想孩子再大一点自己要做什么，好不好？不容易，都不容易。来吧，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老婆，以后我会跟以前谈恋爱的时候一样继续瞅你，也希望你能把我做的一些努力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以后一定会比以前对你更好。好，如果还想给彼此一个机会，就都出来；如果连机会都不给，就别出来了。谢谢两位，请回。来，博宏兄预测一下，这姑娘会出来吗？不会，我估计她的心结还没有打开。因为丈夫的态度，尤其是60秒，让她真的有点失望了。男出女不出。小雨老师，男方肯定得出来。女方想离开，但是现在没有离开的资本，所以她也得出来。以后我看好双出，男出女不出。来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吧，请开门。这就是一个态度，你知道你要做什么吗？重新追一次，这一次用真心，而不是用自己无法长期做到的事情，某一个惊喜来打动他，能理解吗？能。加油哈，请回，谢谢。希望姑娘能够通过今天的节目，自己琢磨到一些什么，希望他们的生活能够走向正轨。要再一次感谢4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